中共當時就是想，以伊朗為依托，希望將來台海有事的時候呢，伊朗在那邊發動什麼事情呢？開闢第二戰場呢，分你美國的心跟力，這樣我在台海就更好打。那美國這次呢，一下把伊朗打成這樣，你伊朗再也沒有力氣支援他們的時候呢，我第一是削弱了伊朗的力量，第二呢，穩定了區域，第三呢，我削弱了中共對我的影響力之外，我把中共可能開闢的第二戰線呢，我把它解決掉了。大家好，歡迎收看《震驚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這一陣子我們的比較多的報道美以伊這個戰爭後續的發展因為這跟台灣來說牽動非常的大。但台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要關注的原因，是因為伊朗跟中國可算是換鐵的兄弟大家有說在中東這一次來講，也有一點點是相對來講是不同整幾個在國際上強權在中東的代理國家之戰的那種味道，所以大家也很好奇看到中國在這件事情上面後續如何面對，到底有可能怎樣的發展，我想也可能是我們觀眾所關注的部分那我們高興再次邀請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明居正老師好幫我們解析一下。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老師，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大概伊朗是中共在整個中東地區非常重要的這些盟友，所以大家很好奇，那對中共這件事情，老師你怎麼看待中共對這件事情可能造成的影響？老實說，美國這次前面打委內瑞拉抓了總統，這次打伊朗對中共打擊是非常大的。其實那時候美國在就今年年初在這個打委內瑞拉抓馬杜羅的時候呢，當時我們就提過，我們說這個有幾個方面，第一就是產生個震懾效應，第二就是中共跟這個委內瑞拉呢買大概差不多5%的油，也就是中共需要的油呢5%從委內瑞拉來。當時我們就講過一句話，朋友們可能還記得，我們說中共從伊朗拿的油更多，15%上下。那如果連那個也這個伊朗也被打的話呢，那中共呢大概就會短少20%油，當然不會全部少，但它在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這個去年6月的時候，不是美國跟以色列炸了這個伊朗的核設施嗎？當時炸完之後，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判斷，然後後來我們就看到中共的確派飛機去援助，具體援助什麼外界當然不太清楚，但是中共是有援助，但這次就像你說的，沒有實質出手，因為這次比較可怕。所以如果說要問美國跟以色列這次打伊朗對中共造成什麼打擊的話，我想可以多方面來看。我們先說吧，第一個當然就是石油嘛，剛剛講石油。伊朗大概80%到90%石油是賣給中國大陸的。那中國大陸從中國大陸從伊朗那邊買來油呢，佔它所需我剛講的15%左右。但是，所以而且15%的油呢，伊朗被國際制裁，尤其被美國制裁，所以它的油呢賣不到別的地方去。當然，它油是優質油，它賣不到別的地方去，它基本只能賣給中共。所以中共就得到2個好處。第一個好處就是我買到便宜的油了，我比別的地方油價便宜很多，甚至有的1半以下。第二就是幫助人民幣呢出海了，推出去了，我人民幣在國際上呢有一些地方可以用了。所以伊朗的石油對中國來說呢，至少就光是石油部分至少有2大好處。那現在被打了，然後這個石油或者不生產了，或者運不出來了，什麼等等呢，就會造成中國很大的困擾。中國大陸呢，它雖然自己產石油，但是它向國外買石油也買得非常多。它在國外買的石油大概，譬如這樣說吧，跟中東這些國家呢，巴林、卡達啦，然後沙烏地啦什麼等等呢，很多都從那地方出來嘛，因為很多油田是相連的，它從那邊出來，所以光是走荷姆茲海峽，那麼這邊我把地理位置再講一遍啊，大家看一下。伊朗我們不是講說它像一個這個飛碟，像一頂草帽嗎？在這個它的各位看到它的西北角往下點就是一個就這塊海，那個叫做波斯灣，然後再下來比較大一點點呢，那個叫做安曼灣。波斯灣跟安曼灣中間有個很窄很窄的地方，會突出來一個尖角呢，那就是非常有名的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 荷姆茲海峽。那每天經過荷姆茲海峽油呢，佔全世界呢20%。換句話說，如果這地方被封鎖了，
長期封鎖的話，那很多國家都受不了，中國當然受不了。哪怕就算短期封鎖，對中國來說呢，打擊都很大，因為油價一定會上來。中國大陸我們講說，它是對外貿依賴非常重的一個國家啊，非常重，所以國際上有什麼風吹草動，對它影響非常大。現在不只是說戰爭，現在是戰爭還直接牽涉到石油的話，對中國來說，不管是能源也好，還是製造業也好呢，它的這個成本呢會大幅上升。中共的這個經濟情況已經不好了，他一直想做經濟復甦嘛，我們也講了這麼久。那如果這些成本上升的話，對他來說是打擊非常大的。再加上委內瑞拉呢，它差不多20%油呢受影響，那对他來說那影響更大。如果全球油價上漲的話呢，那一定衝擊了全球股市。我们现在已經看到了，台灣就很明顯，這幾天上上下下，這個是上下大概超過1800點，那這嚇死人的數字了。然後如果說國際避險跑到美元那邊去的話，那人民幣就承受到很大的壓力了，然後供應鏈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了。那我覺得更重要就是什麼呢？一旦戰爭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會影響國際貿易。中共對於國貿的依賴非常深，我們過去已經講過了。那現在你如果戰爭爆發又直接影響到油的話，對中共打擊可以說是雙重的。所以這個我想，我們第一層看到呢，就看到第一是能源的問題，第二就是貿易跟金融的問題。是哦，中共其實為了對抗歐美哦，在整個用“一帶一路”哦，像我們回頭看哦，這個當初大家覺得是一個糖衣，好像用着中國的一帶一路，感覺好像無傷的方式哦，然後進行了它對外的一些拓展。當然，現在很多國家才驚覺“一帶一路”事實上包藏禍心哦。那當然，伊朗是整個中國在中東非常重要的一個盟友。那在這部分來講，大家當然很好奇哦，就尤其是美國在這一次對伊朗的這個打擊之後，顯然哦，這個在中東“一帶一路”伊朗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哦，一定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些影響。所以老師怎麼看待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件事情呢，就打擊伊朗這件事情，對這中共的“一帶一路”影響有多大？應該說，其實蠻深遠的。大家看一下地圖哈，這個大家馬上就可以看到。你把伊朗那個地圖放大看周邊呢，它東邊呢是這個中亞5國，然後它的南邊呢，就我們講到它那個跟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呢，是俾路支城的地方呢，往下呢，你們就南亞，巴基斯坦過去，然後就印度嘛，那就南亞次大陸，然後是南亞。往西邊走呢，就中東嘛，伊朗本身在中東，所以它是等於3個大地理的這個大地理區塊的這個交匯點。那麼也就是它是一個樞紐，這個交通上是一個樞紐。好，這是第一塊。第二塊，如果說聯繫到“一帶一路”的話呢，從中國出來呢，先走哈薩克斯坦，然後走到這個土庫曼，走到，然後再來就接到伊朗這裡了。然後從伊朗呢，可以接土耳其啊。伊朗上去那邊那個就是它的西北角，就是我們講到那個那個產油的地方，也西北角呢，也就庫德族的地方，再往上就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然後那邊呢再過去一點呢，就連到土耳其了。但往上連到喬治亞，再來呢，大家就想不到，喬治亞上面是誰呢？俄羅斯啊。所以他們是非常近的。各位平常覺得說哦，俄羅斯跟伊朗很遠了，其實不是啊，幾乎接壤。當年的蘇聯跟伊朗是接壤的，因為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是蘇聯的一部分，所以它跟伊朗是接壤的。91年獨立之後呢，跟俄羅斯跟伊朗才不接壤，其實他們是非常近的。所以那這樣連到土耳其之後呢，就可以連到歐洲，也就是中共的這個“一帶一路”往那邊延伸的時候呢，伊朗就非常非常關鍵。我向北向南走，哎，都得走到這裡，所以中共對伊朗呢，剛剛你講說投資很深的，是對的。我們等一下再講下去。那麼也就是呢，你把這個線一畫出來，就看到呢，你說“一帶一路”呢，它就是陸地上這個一路的那是路上絲綢之路呢，就是從那邊穿過去，所以非常關鍵。然後我們又講過，伊朗往南邊呢就是波斯灣，然後通過呢荷姆斯海峽之後呢，就是安曼灣，下來就是阿拉伯海，所以那方又是一個水路，所以它對這個。對別的國家想要這個地區發展的話，伊朗真的是非常關鍵的。那如果說中共會這樣算呢？因為你先問的是“一帶一路”嘛，中共會這樣算：如果我受到阻礙的話，在戰爭或者說在這個封鎖或者在這個經濟戰情況下，萬一這些西方國家對我封鎖馬六甲海峽，我怎麼辦呢？
哎，我可以靠伊朗啊，因為伊朗它有這個，剛剛講說有這個波斯灣，然後有這個安曼灣呢，通到阿拉伯海，那我至少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所以它提供一個叫什麼替代的路線，這個對中國來說這個價值是非常高的。好，這第二點。那所以整體來說呢，我們會講說前面是石油，然後現在有戰略樞紐，然後還有第三個什麼呢？就是你說的，他們簽了這個夥伴協定，你剛剛用的詞叫換鐵兄弟，一點都不錯。這個叫他們在2021年簽的啊，叫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它真的不是空話，它投資能源，然後我幫伊朗呢搞基礎建設，鐵路啦、港口。所以我把中國過剩的產能，尤其建築業的產能，跟鋼鐵、跟這些上下游產能呢，很多輸出出去。所以大家想，哎，怎麼中共還沒有爆呢？為什麼他把這些輸出出去了？他把通膨輸出出去了，但是慢慢的返回來那就不一樣了。好，這第二塊，第三塊呢，他們有金融合作。剛剛不是講了，我買伊朗石油，一方面我用基建用什麼東西抵掉了，然後用華為、用中興抵掉，另外一部分用什麼？用人民幣嘛。用人民幣，然後去用你用了人民幣了，然後我們的金融就合作了，你也幫助人民幣出海了嘛。再一個，剛剛講的時候，中興跟華為，所以你的科技跟通訊的部分呢，我對你也有幫忙。那麼這個呢，就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呢很重要的一個體現。那我對伊朗我中共對伊朗投資這麼多，我不是白投資的。我除了有經濟目的之外，我還有戰略目的。為什麼呢？伊朗從1979年之後就跟美國鬧翻了，他不是革命嗎？然後打進美國大使館嗎？搞了444天嘛，俘虜一大堆人嘛，然後卡特總統搞得焦頭爛額嘛，就從此以後，伊朗跟美國結下血海深仇。伊朗前面10年是科梅尼執政，就這個天天說要推翻美國。科梅尼死掉之後，就換哈米內伊或者哈米尼上來，也說要打美國，那搞了多少年？搞了30多年，所以前後加起來40多年。美國人就算他心胸再寬大，這40多年仇他是記得的，所以這個中共也看中了伊朗這點，所以我就投資伊朗，讓伊朗在當地變成我對抗美國的一個核心、一個支點。同時呢，伊朗在支援地區的一些其他的武裝力量、叛軍等等，一方面就是給地區制造困難，二方面呢也直接間接給美國制造困難。所以對中國來說，伊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的戰略支點。我們提到的，像我們前天開始講的嘛，哈馬斯不是去打了這個以色列嗎？我們說以色列一定會報復。我們說以色列打完哈馬斯之後呢，那可能看真主黨要不要參戰，真主黨參戰，以色列就打真主黨。然後打真主黨的同時，看胡提參不參戰，胡提參戰後，以色列就打胡提。我們說背後呢都是伊朗嘛，我們當時不是這樣講嗎？我們除了這之外還有什麼呢？還有伊拉克跟敘利亞跟巴基斯坦的很多叛軍呢，都是伊朗在支持的。我在說什麼呢？我說的是中共支持伊朗，伊朗為了個人的利益，然後為了跟地區教派利益、跟什麼領土的或石油利益等等，我跟很多國家都不妥，所以我在很多國家我支持叛軍，所以這些國家呢都很討厭伊朗。然後呢，以色列很討厭伊朗，伊朗也很討厭以色列。所以現在美國跟以色列聯手去打伊朗，一方面是解決區域問題，把這叛軍後面這些頭把它切斷了，同時幹什麼呢？我撿中共的裙邊呢。所以換句話說，這是整個是一盤大棋裡面的一個部分。那麼也就是說，從中共角度來看，伊朗角色非常重要。它既是陸地的樞紐，又是能源的供應者，又是戰略夥伴，又是一個跟美國對抗的一個好棋子。那現在，這個我們前面講，最早是這個哈馬斯被打，然後真主黨被打，胡提被輕輕打一下，伊拉克跟這個敘利亞的叛軍呢被不同程度打了，巴基斯坦這個叛軍呢現在還沒怎麼動到，所以但是伊朗一旦被削弱到一定程度之後呢，這些力量都會大幅削弱，所以這些力量削弱之後呢，第一地區會比較穩定，然後周邊的這些。不管是穆斯林國家也好，或者伊斯蘭國家也好呢，都會比較高興，會比較穩定。同時呢，中共在這邊影響力會大幅下降。
所以老師談到中共影響力會大幅下降，當然中共就要跳腳。剛剛已經說了哦，這個說來是一個拜把換鐵的兄弟哦，但真的人家常說，在危難的時候可以看出誰是真的朋友，誰是表象上的朋友哦。我相信這個我們在網絡上是看到很多甚至用 AI 合成的影片，就是哈米尼要中共趕快，習近平趕快來幫我啊！習近平就是一些官將，不是還要打電話嗎？對啊，就是開玩笑，就是說，當然那是一個影像的合成的部分啦。我可以想象，至少從實質上的確是如此哦。我們看王毅現在在很快的哦，跟俄羅斯啦。跟阿曼啊，跟法國、跟以色列、伊朗哦，這個等外長哦，在做這些通話，那當然表達出非常強烈的不滿抗議，認為說這個不能用這種所謂的外部的力量去干涉人家國內的這些政權的更替哦，那甚至說過是踐踏了聯合國的憲章，然後說這也違背了國際關係的一些準則哦。所以老師如何來看待？當然啊，我想我們一定都會覺得這是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所謂的好笑的部分是整個王毅在評論的這些事情哦。我想在台灣朋友甚至把他所評論所說的這些內容都覺得，那你不就這樣在對台灣嗎？所以老師你如何來看待中共目前為止的這些反應？我們不是一直在講嗎？我們說中共這麼長久以來呢，一直在對抗世界潮流嘛。世界潮流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中共一黨專政。他為了對抗這潮流呢，他也把他這個東西呢輸出到國外去。所以伊朗就是他在地區的夥伴。我們剛剛講就這個意思。那麼也就是說，這麼多年來呢，中共一直把伊朗當作在地區的一個夥伴不說呢，當作是一個對抗美國的一個棋子。同時什麼呢？我們可以這樣講，它是對抗美國的第二戰線。第一戰線當然是在台海或在亞太啊，不用講啊，對日本啊，對台灣、對菲律賓啊，這一系列的國家啊，這中國的這個認為第一戰線。第二戰線就是中東。那為什麼第二戰線是中東呢？我們常常跟大家講，我們說在大國眼中看起來全球一盤棋，不是說中東是中東，亞太是亞太，不是的，這些都是牽連的，然後都是互相的聯動的。我在這邊怎麼玩會影響這邊，我在那邊怎麼玩會影響這邊。所以我們得這樣去看。我常常提醒大家，我說我們台灣人呢要有國際觀，就這意思。好，那現在我們在說什麼呢？我們在說的就是過去這麼多年，伊朗透過不管是胡提也好，透過真主黨也好，透過哈馬斯也好，或以色列敘利亞的判決也好，透過這些力量呢，看起來是騷擾當地，但同時也消耗了美國的力量，消耗了美軍的力量。那美國這次呢，一下把伊朗打成這樣，你伊朗再沒有力氣支援他們的時候呢，我第一是削弱了伊朗的力量，第二呢穩定了區域，第三呢我削弱了中共對我的影響力之外，我把中共可能開闢的第二戰線呢，我把它解決掉了。而如果真的打得很徹底的話，當然現在還沒到這步，這是他的這個就他的設想。反過來說，中共當時就是想。伊朗以伊朗為依託，希望將來台海有事的時候呢，伊朗在那邊發動什麼事情呢？開闢第二戰場呢，分你美國的心跟力，這樣我在台海就更好打，或更好做事情。所以現在這個第二戰線呢，看起來被打得很慘了。這是第一大點。第二大點，我覺得這次對中共打擊最大的就是這個斬首領導層的這個打法。1月初的時候，美國去委內瑞拉，啪一下把這個馬杜羅抓了。大家當時就問了2個問題：第一就是，馬杜羅不是買了中國跟俄羅斯的那個防空武器啊、雷達什麼的，怎麼都不發揮作用呢？當時大家就已經很納悶了。然後第二就是打完之後，為什麼沒有看見中共、俄羅斯幫忙呢？就在聯合國叫就沒事了。然後那就不曉得會怎麼樣。所以大家記得嗎？在很多友台的節目上，很多人講說啊，美國絕對不敢打伊朗，伊朗多麼強大，伊朗是100多萬平方公里，9000萬人，然後又有什麼武器，又非常富有什麼的，馬上美國啪一下打了。對中國來說，這次真的嚇到了。你說委內瑞拉比較弱嘛，對不對？伊朗號稱強國，伊朗號稱區域強國，伊朗大家不要小看伊朗，伊朗在中東長期是準備爭霸的。他跟沙烏地阿拉伯兩個互相爭來爭去，過去先打了伊拉克，因為伊拉克兵強起來了嘛，海珊有點野心嘛，那我先跟你打一下，打完下去之後呢，現在伊朗就要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去爭雄，那就現在
那時候不是講說哈馬斯去打以色列，就是要破壞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這個叫什麼關係正常化，還不叫建交，就關係正常化嘛，就沒想到把一盤棋整個大棋給打翻掉。所以中共看到美國前面這樣抓了馬杜羅，然後現在就把這個伊朗領導成幾個炮彈幾個炸彈就把它一鍋端掉的話，中共會怕的，對吧？這種斬首行動中共會怕的。但我覺得你剛剛講的很有道理啊。你說中國外長王毅講說啊，這個不贊成用這種方法，政權更迭，這才是他最怕的東西。也就是你強行用這種襲殺的方式或奇襲方式殺掉領導層之後呢，去促使這政權更迭。中共看起來叫什麼？叫顏色革命啊，對不對？叫顏色革命。過去顏色革命在背後推，然後慢慢去搞老百起來起義暴動，然後把這個政權推翻，然後再推民主化。中共已經很在意了。現在你這個川普手段更狠，你直接用炸的，直接用打的，那邊你派兵去抓了人，這邊你把他全部炸死了。哎，我怎麼曉得你不會對我這樣做啊？所以對中國來說，這才是天大的警訊，這才是他最在意的這個問題。所以對台灣有什麼影響呢？第一就是。大概我們猜啊，短期之內中共要對台灣發動戰爭呢，它幾率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因為中國曉得美國會非常在意，會非常生氣。美國打委內瑞拉也好，打這個伊朗也好，坦白說都只是撿裙邊而已。那你中共如果動台灣的話，那不得了，你是動我美國的這個核心利益了，所以這個是絕對不可惜，絕對不可以的。所以中國只要有一點點小動作，美國大概都會很嚴厲的反擊，不一定真的動武，但是我只要秀肌肉呢，我讓你知道說這個東西不能隨便動，所以我覺得這機會會變小。但是呢，反過來說，中共能做什麼事情呢？在台灣推以美論嘛，美國不可靠啊，什麼等等，反正就講各種各樣的怪話，雖然邏輯上完全不成立，但他非要講的是煞有介事那樣。所以我們上次我講，我說你在手機上一定會看到一大堆這種東西。上次我們講完之後就發生了，那這次我猜也是會的。是，我想今天聽完明老師這個分析完之後，這個讓我想起，大家還記得我們曾經有這個政黨的高層要大家相信習近平哦。我覺得這件事情你應該可以回頭去問一下馬杜羅，或者是問哈米尼哦。但哈米尼要問他可能比較難一點。他們當初就是最相信習近平的人，結果呢？所以老師剛剛提到，中共會不斷還是製造以美論哦，即便現在的趨勢的樣態上已經明顯的是很難再造起這種所謂的以美論，但我覺得他會捲起另外一個風，叫做疑中論。我覺得這件事情恰巧會讓大家知道中共的不可靠，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什麼都沒有，躲到一邊。所以這個很明顯的，我覺得反而是會讓其他的國家，因為之前我想在這幾個事件發生之前，大家還認為還有站隊的選擇空間，這個我想應該可以更清楚。那些一直想把台灣拉進中共體制裡面的人，我想在這事情上面還是希望稍微能讓大家驚醒哦。所以我想後續的部分值得我們來關注。我想中共在這一局反而會造成以中論會一定就會甚囂塵上，那不用我們去做認知戰，這種他在軍事上沒有能力，在外交上口惠不實，在政治上又沒有影響力，在真的患難的時間跑得比誰都還快。所以我相信未來在跟他結盟的這些邪惡軸心，哪怕是北韓這些，我相信他都要稱稱看。所以這也是我想我們在這一集老師的分析非常重要的一些價值可以給大家來參考。如果喜歡這一集節目，同樣也歡迎大家可以幫我們轉傳、按讚、分享給您身邊的關注的朋友。那如果對於這個題目有任何的關注我們看我們每次在留言都有許多的朋友提供我特別感謝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跟其他的媒體來做比較。我一直覺得我們的這些觀眾朋友是非常有水準的，甚至我都覺得你們就是線上的評論員，在鍵盤上的評論員。這講鍵盤上倒不是大家說只是動手動嘴而已，是我覺得水準素質真的很高，也常能來補足我們裡面的一些內容這個我覺得也讓大家在這過程當中互相教學相長，這也是我們喜歡
大家一起成為政經最前線的家族一樣哦，我們覺得很驕傲，所以也歡迎大家隨時可以留言給我們。當然，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也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再次謝謝雲門老師，謝謝，感謝大家的收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趕快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在上次我們訪問宋國成教授的他的新書《圍堵中國》，我們已經抽出了20位幸運的觀眾朋友，所以你要記得哦，這個很好的一本書哦，我們會馬上製作單位提供給您。那當然，請依着我們的這些說明哦，提供相關的一些資訊資料，我們才可以盡快的送到您的手中哦。但因為反應非常的熱烈，我們製作單位特別再多抽出5本哦，所以如果您有興趣的這些朋友，我們後續大家都歡迎您可以留言哦，我們就是多提供了這些名額給大家，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跟我們製作單位在底下留言，我們會盡快的把這本非常重要的好書提供給大家，可以來做參考。當然也謝謝我們國成老師哦，特別提供來給我們觀眾朋友一個非常好的禮物。當然也謝謝大家對我們節目一直以來的愛護，請繼續支持我們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感謝大家。